Hello，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在东南亚流浪的大山现在我在越南的首都河内这几天没有什么事情干，今天在这里住下了。这个房租是20万在越南是属于非常平常的一个价格了。昨天晚上我在思考一个问题，要不要回国工作因为前几天我遇到一个粉丝然后从粉丝那里得到一个信息。他说，他过段时间要去澳大利亚工作。他说澳大利亚的工资非常高，大概折合成人民币得3万，一个月3万的工资。他说他过段时间要去澳大利亚跑外卖。我听了我就非常心动因为现在拍视频也不赚钱，在国外压力非常大，在国外生活非常压力非常大。回国打螺丝的话，其实也挣不了多少钱，一个月4000块钱，工资也非常低。我一听他说一个月3万人民币，哇，把我这个开心的一激灵这个如果我也想去澳大利亚打螺丝，我也想去澳大利亚工作，我就向他咨询了一些澳大利亚的问题然后他说得找中介。得交几万块钱，然后交几万块钱在澳大利亚待个3-4年。我问他中介靠谱吗？他说他还不知道，因为他还没有去，他去了才知道靠不靠谱。我感觉应该是靠谱的这个我还不是很清楚，因为他过段时间去。其实我感觉出国打工其实也是一个穷人翻身的一个好机会，不想在东南亚旅游了，这么久也找不到女朋友，不好找，跟国内一样难，不好找，得看缘分，看命运，真的是非常郁闷穷人翻身太难了，想要这个生活过得富裕，想要生活过得滋润，就得暴富。人暴富其实很难的，人暴富除非出国打工是一个非常好的捷径。去日本去美国去韩国去以色列反正去中东那些国家打工，其实是穷人翻身的一个好机会。其实我也曾经想过主要原因就是这个中介费交的太多中介费交的太多。全国各地有很多中介都是出国劳务，他们都要的中介费基本上都是4-5万人民币，而且还要等好几个月。他要培训英语培训外语，然后还条件很苛刻。我在等这个朋友消息，如果他去澳洲，他去了之后，我感觉非常好。其实我也去。其实去澳洲待几年也挺好的，能挣个几万。不错，10几万、20几万，也挺好。再回来之后，那就是腰杆就硬了，腰杆硬了就想怎么玩怎么玩，想怎么生活怎么生活，那就生活质量就更高了，更开心了。现在紧紧巴巴的生活一点都没质量，真是没钱说话都不硬气，感觉穷屌丝一个。大家说，你说我是放弃在东南亚找老婆，还是去这个澳大利亚打工呢？大家给我个建议其实我还是想找一个老婆。有人问我是不是这个假借找老婆的名义拍视频，其实不是我的确是真真切切的希望找到一个老婆我这个想法已经很多年了。我2020年之前我都不拍视频，也出过好几次国，也是找女朋友也不好找。其实在国外找女朋友也非常难，也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简单，也要靠缘分，靠口才，靠颜值，反正是你要是瞎摸碰死耗子有时候也能碰到，但不好碰。这国外的女孩其实对中国呢也是充满陌生感，她也不想去中国，她对你不了解，所以说有点反抗。就是你跟她说话给她那个接触
他有点排斥，就是这种嘛。而且两国文化也有差异啊，不是很容易。还有的人说他把家里的房子、车子卖了，要出国找老婆。其实我不建议他这么做。他们可能是被这个视频蛊惑了，说这个外国好找女朋友，好找老婆。其实也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好找啊。有些人的确是找到了，的确找到，但是他也有这个缘分的巧合哈。也不是说你有钱来这边就好找，很多有钱人来这边也不是很好找。很多有钱人在这边花了钱被女孩骗了之后，其实也找不到。找老婆还得靠各方面，首先颜值、长相，金钱、口才，反正是这方面情商，还懂女人，反正你要有这方面优点呢，你没钱其实也能找。目前感觉我这个希望太渺茫了，非常忧伤，到哪里都感觉无聊。其实去澳大利亚打工啊，其实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去澳大利亚打工在澳大利亚拍视频，其实流量更大。因为这个澳大利亚很少有自媒体，你要整天拍澳大利亚的生活，我估计播放量流量更大，因为很少有人去，更新鲜的事情就有更多人观看，而且肯定会有人咨询我，到时候说你怎么去的呀，怎么去的澳洲啊，肯定会有人咨询我。所以说如果能去澳洲打工的话，我也可以去试一试。而且在澳洲啊，其实我估计也不妨碍找老婆，也不妨碍找对象。为什么呢？因为澳洲虽然都是那个欧美女人啊，都是澳洲本地女人啊，但是它也有亚洲籍的女孩。我听说好多什么东南亚的越南人啊、菲律宾人啊，也有，还有中国人也有。只是比较少而已。我看看情况啊，如果能去的话，我也去，我也交点钱，我也去。到时候工作个几年，带着钱回来了，多开心啊！现在社会有钱就有快乐，有钱就有激情。拿着钱在东南亚旅游，那不天天开心的，都乐的牙都乐掉了，是吧？现在你看穷了吧唧的，在东南亚旅游，也每天都很伤心，每天都充满了忧伤。真的是有钱就有快乐，大家认为我说的对吗？